好，各位道友，有一阵子没见了啊！今天呢，一样跟大家讲个故事。平常呢都是在讲神明的故事，今天要跟各位讲一位邪神的故事。他的身世呢，曾经一度力压过正神，而且对人世间造成了实质上的伤害。啊，这个邪神到底是谁呢？这边先跟大家讲一小段关于他的故事。中国宋代时，有一位在京城开封的帽将，他名叫伍十八。某天，伍十八在城中遇到了5个正在踢球的少年，他刚好呢也会踢球，所以呢他要跟着少年们一起踢。那大家玩得很尽兴，于是呢在结束之后，其中一位少年邀请伍十八一起去喝酒。在酒席言谈中，少年得知伍十八在城中卖帽子。他马上表示说要赞助伍十八的帽子事业，写了一张帖子，交给伍十八。要他之后呢，拿这张帖子到城中的郭姓人家拿钱，总共呢要给他1万钱。哇，听到有这么大一笔钱，伍十八可是欣喜若狂，立刻的把帖子收好。这时少年又提议说：“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，不如伍兄今天就留宿在我家吧。”少年呢带着伍十八走到一处有3间房的地方，就指着中间有光亮的房间说：“这个房间就是伍兄今晚休息的地方了。”接着少年的脸色突然一沉，严正的告诫伍十八，叫他整晚都不能出他的房间。如果要上厕所，就直接在房里面解决。尤其是他2旁的房间，千万不可以进去。当晚伍十八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越想越怪。而且人性就是这样，你越不想让他看，他就更想看，更好奇。于是伍十八不听少年的告诫，推开了其中一间房间，一看惊呆了，里面囚禁了好几个人，而且每个感觉都是刚被严刑拷打过，奄奄一息。他接着又跑到另外一间房，这间房间更加骇人，房内4周的墙上钉满了婴儿跟妇女。伍十八一看，快吓死了，想跑，但又怕被发现，只好赶快躲回原本的房间，瑟瑟发抖，打算等天一亮就赶快逃走。就在这朦朦胧胧之间，天终于亮了。伍十八突然感到一阵晕眩，在看得清楚4周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竟然是在城门旁的一颗大石头上。正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的时候，他摸到了身上有一张帖子，正就是当初少年写给他的。这时的伍十八陷入了某一种道德上的挣扎，他是要拿这1万钱，还是呢要去官府告发那个少年？但最终呢，对于这1万钱的贪念战胜了正义。伍十八拿着帖子到了郭家，拿了钱，他一夕间暴富，在城里的生意也越做越大。日后他辗转得知，那5个踢球的少年人称为伍通神。在前面故事当中的伍通神究竟是什么样的来历，竟然可以做出这么骇人听闻的事情？其实在道经之中是有关于伍通的记载，只不过呢，通常是跟妖精、邪鬼一起相提并论，称它为5行不正之精，就是精怪的一种，并且形容伍通的外形长得很像人类。当时古人认为伍通是源自于古代中国南方山林之中的山魈，它是山中精怪的一种，有时候也被称作木客。因为有一说它是木石之精，其中还有存在一种单脚的山魈，被称为独角伍通。其实山魈呢，有点类似西方文化中的哥布林，而在台湾会拐人进山的摩西娜也被认为是山魈的一种。但是摩西娜的事迹跟伍通相比，只能说是一个天一个地啊。因为伍通后来他被抬上了神坛，是有人在祭拜的，在某些地方的香火鼎盛程度，甚至连正神都会比下去。在声势最高的时候，还有伍通祠取代关帝庙的情形发生。那这个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呢？道教祖师葛洪在他的著作《抱朴子》里面就有提到，在一般的小山之中，并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正神在做主，往往呢都是所谓的木石之精、千年老怪，还有血食之鬼在山中割据一方。他们呢会袭击路过山林的人，甚至还会吃人。葛洪祖师认为这些精怪
都是所谓的邪气所化，他们不造福，只为祸。而且山魈、木客等等精怪，他们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，就有能力幻化为人形。除此之外，木客还非常的贪淫好色，他会运用这个可以幻化成人的能力，变成美女或是美男子，来色诱意志不坚定的人上钩，来满足他自身的欲望。相传，女子跟木客交媾之后，会变得非常的虚弱，甚至会发狂。不久之后呢，就会死亡。有的还会生下样貌可怕的怪胎。不过其中也有例外，有些女子最后存活了下来，而且竟然还拥有了神通。自此之后呢，她变成侍奉山魈木客的女巫。那这层关系呢，就跟那些跟西方的恶魔签订契约的女巫非常相似。那这些女子从精怪上获得了某些神通之后，它的代价就是要受他们的操控，成为他们在人世间的代理人。在某一个时期，中国南方的山林中开始出现了许多祭拜山魈木客的虫池。那这些虫池通常是很小的，那里面会供着山魈木客的土偶。当时的人们反而认为这些虫池是可以辟邪的，保佑他们在山上的安全。但其实也不过就是大鬼赶小鬼罢了。你准备贡品祭祀山魈，有缴了保护费，他就保你平安。后来虫池呢也变成地方巫者的营业场所。那这些巫者里面呢，就有很多就是被这些山魈木客所迷惑而且控制的人。而这虫池里面所供奉的精怪土偶，也就是五通神的起源。而这时的五通呢，已经具有相当的神通，他们以虫池为中心，占地为王，并且可以号令山中的猛兽老虎。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管区，又可以号令老虎，这个形象怎么很像我们所熟悉的土地公？因为土地公坐下有虎爷嘛，其实也没有错，因为以当时五通的信众眼里，他就是山林中的土地神。只不过这个土地神所做的事情是非常邪恶的。从前有一位小商贩，他名叫刘祥，他娶了一位貌美的女子郑氏为妻。但刘祥呢，他的生意实在做得不怎么样，家里相当的穷困，他本人也是很失志颓废，常常到酒馆借酒浇愁，然后呢，把妻子郑氏一个人丢在家里面，寂寞挨饿。就在某天，郑氏突然发烧，生了重病。虽然呢，在几天之后就好转了，但刘祥发现这时的妻子好像变了一个人，常常会喃喃自语，而且每当刘祥一接近，郑氏就会愤怒地瞪着他看，笑他没有用。有一天，刘祥终于受不了了，离家远去。几天之后，他心情稍微平复了，一回到家，竟然发现这屋内竟然堆满了金银财宝。哇！这刘祥又惊又喜，问妻子说：“这些财物是哪里来的？”那郑氏说：“这个刘祥不在家的这几天晚上，都有一位美男子自称为五郎君，会带着一堆财宝到家里，并且呢跟郑氏共度春宵。”哇！刘祥听到这里正想暴怒，但看着这些钱财实在太香了，让他先隐忍了下来。但没想到隔天，这位五郎君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来找刘祥，他警告刘祥不准再跟郑氏行夫妻之实，不然呢后果自负。不过呢，为了补偿他的损失，这五郎君呢会继续给刘家带来财物。就在这五郎君的威逼利诱之下，刘祥答应了五郎君的要求，膝盖一软，竟然对五郎君产生了敬畏之心。他请人造了一尊五郎君的神像，在家里供奉，日夜非常虔诚的膜拜。这五郎君呢，也确实持续带给刘家财物，并且还给刘祥找了一个新的妻子。在某一天，五郎君还给他抱来了一个小男婴，说是要给刘家传宗接代的。但是呢，没想到这个男婴却是从地方官西元帅的家中所偷来的。这位西元帅自从他孩子不见之后，就发出了重赏要来寻子。某天，刘家的一位女邻居意外发现了这个男婴，于是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西元帅。他一怒之下，带了一队人把刘家全抄了。刘祥呢，跟郑氏也被关押入狱。但这个举动也触犯到了五郎君。当晚，他就带着一群鬼怪杀进了地牢，把刘祥跟郑氏救了出来。不止如此，他还把其他犯人全都放了。
西元帅得知之后又惊又怒，隔天又带了一队人到刘家，把人又抓回来，并且还加以严刑拷打。这下五郎军被彻底的激怒，当晚就带着群鬼大杀四方，不止救出了刘家的人，还把西元帅的府邸给烧了。这下西元帅呢也被凶猛的五郎军给吓到了，他承诺之后不会再抓捕刘翔一家，也不会阻止当地的百姓祭拜五郎君。那这个五郎君呢，其实就是五通神。从这个故事中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这时的五通神已经不再是当时只存在山林中的山魈，他已经直接进入了平常百姓的生活范围，而且已经懂得利用人的贪欲跟性欲去获得供养跟香火，就连当时代表权威的官府也只能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。也如同故事中所说的，五通神有让人一夜致富的能力，因此让想发一波横财的人趋之若鹜。某个时期开始，中国南方各地都开始出现五通神祠，在一时之间，五通信仰非常的风行，甚至有的人是跟刘翔一样，直接在家里面供奉的。但是五通神是非常好色跟贪婪的，常常为了要强占民女而夺走他们的性命，而且还特别喜欢人用大量的牲口、血食来祭祀，甚至还要传出有人为了要获得五通神的青睐，下了猛药，用活人为祭品。而这些五通神的信众，就算是倾家荡产，也不敢贸然停止祭祀，因为就怕一旦停了祭品，会惹怒五通神，被残忍的报复。我们之前在别的影片中有讲过一则独角五通神的故事，这故事中的五通神帮吴十郎一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，后来因为吴十郎触怒了五通神，家里死了不少人，财产呢也被五通神给夺走。但吴家的人非常的畏惧，即便独角五通神夺走了家人的性命，还是继续的祭拜他。时间到了明代西元1445年，有一位新上任的苏州知府，名叫李从志，他发觉地方上对于这五通神的迷信相当的严重，于是他下令捣毁五通祠。但没有想到，在不久之后，李从志就突然染上了重病死亡。那乡民们都认为是知府毁庙，触怒了五通神，因此引来了杀身之祸。乡民们反而对五通神的敬畏更深以往，这也导致后来上任的知府不敢再去动地方上的五通祠。大家看到这边可能就会想，难道这五通神就没有人可以对付吗？而且神明也都不管吗？其实，在道藏之中，还真的有记载一段关于一位道士挑战五通神的故事。古代在池州这个地方有一座五显庙，非常的雄伟华丽。某天，有一位官员带着他的小妾进到庙里面参拜，但没想到回家之后，他的小妾就突然晕厥，找了大夫来治也治不好，居然就这么死了。那由于小妾的猝死太过怪异，有人就跟这个官员说，这地方上最近刚好来了一位草姓道士，他的符法非常的灵，不如呢就请他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。这个道士人到了一看，就跟官员说，可惜时间已经过了一天，这死者呢是已经没有办法复生了。但是呢，我可以查得出来是什么邪祟做的。接着道士画了一道符，到了死者的棺材旁，一烧化，这棺材盖突然的被震开，里面死尸竟然跳了出来，以怪异的姿势站在道士前面。在场众人个个是吓破了胆。道士喊话要大家别慌乱，说这是因为有邪祟附身在死者的身上。紧接着他要吹奏，逼问附身在死者身上的是谁。此时从死者的喉中传出沙哑的声音说，我是五显王庙里的第四王，名叫花光藏菩萨。道士再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要夺取这个人的性命？四王回答说，因为这个官员的小妾到了我的庙里时，看到了我的神像之后，他心想，这个世间上竟然有人长得这么好看，我见他妄念一起，就夺了他的魂魄。但此时这位道士早就看得出来，附身在死者身上的灵只是谎称自己为正神五显王，其实是五通邪神。道士马上就命令这个邪祟还回死者的魂魄，但没想到这邪祟不但拒绝，
还出言嘲讽，说他自己呢非比寻常，道士呢顶多只能断他在池州的香火，各地都还有他的庙。这道士一怒，就把尸体封回棺木，然后摆坛上奏天庭，请求派下一位神将相助。接着再到五显庙里，把神像统统押运出来，到了教场上一一斩首。就在斩到4王神像之际，一位神将伴随着雷电而至，一头赤发，青面獠牙，手持金锤，头上插着琼花。这也正好表明了他的身份，来的是东岳十太保之首温琼元帅。温元帅他也斩了附在上面的邪祟，随后神像竟然流出了汩汩鲜血。从此之后，这个邪神在地方上的香火就断绝了。但也很不幸的，就如同当时的邪祟所讲的，在其他地方它的香火都没有受到影响。有人可能就会想说，那为什么不就照这个模式，在有神明的帮助之下，把其他地方的五通神祠一起给抄了？但其实呢，在实际执行上是非常的困难的。就如同上面故事所提到的，当时被朝廷认证是正神的五显神，常常会跟银氏的五通神混为一谈。主要是因为当初朝廷在给封号的时候，先是给五显神封了五通侯，后来才封了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五显封号。但在民间呢，其实分不清楚的，反而造成这个混乱又尴尬的局面。另一方面呢，被认为是迷信的五通庙，有的时候为了要躲避官方的封禁，所以呢，也会自称自己是正神五显，但实际上呢，还是银氏信仰。这也造成了封禁上的困难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如果呢要捣毁五通庙，往往都会遇到当地五通信众非常激烈的反抗。西元1685年，清康熙年间，当时的江苏巡抚名叫汤彬，他刚新官上任，就接到了一个乡民的诉状。乡民跟汤彬投诉说，他有个女儿原本正要出嫁，但没有想到被五通神夺了神魂，还玷污了他的清白。这位绝望的父亲为了要救回女儿，多次的向五通神献上丰厚的贡品，但最终呢，他女儿还是丢了性命。父亲在极度悲愤之下，请求关老爷来帮他主持公道。汤彬就在接获投诉之后，调查了地方上的五通信仰，就发现这个事情非同小可。在苏州有个地方叫上方山，山上有个从南宋时期就暂居在此的五通祠，人称上方山五圣。这地方的乡民深信拜五通可以致富，他们每年要准备给五通神的祭品都极其奢侈，有许多人都是拜神拜到破产，只希望呢有朝一日能得到五通神的青睐。使得上方山又被俗称为肉山，一旁的石湖又被称作酒海，就是酒池肉林的概念呐。在当地呢，还有一个向五通神借贷的习俗，信众们深信，一旦五通神答应借钱给他们，他在现实之中就可以发大财，而且在还愿的时候，还要把当初五通神许诺借出的钱财加倍奉还给五通，因此非常的劳民伤财。另外，苏州百姓家中如果有稍有姿色的年轻女子，每当这些少女生了怪病的时候，她的家人都会觉得一定是五通神看上了自家少女，要来娶她们为妻了。一旦她们的病情没有好转，不幸病逝，很可悲的是，她的家人不但不哀伤，反而还有所期待，因为他们深信五通神一定会赐给他们钱财来补偿他们家的损失。种种夸张的迷信彻底的引爆了巡抚之怒，他决定第一个就要拿本地香火最鼎盛的上方山五通祠开刀。于是汤彬马上派人要去把庙门给封了，但没想到官兵到了上方山五通祠，早就有一大群信众聚集在此，苦苦纠缠要阻止官府封庙。我都还没发财，怎么可以把庙给拆了？另一方面也是怕五通神会对地方上进行可怕的报复。从这点就可以知道，这些信众惧怕五通神是更大于官府的。汤彬在听闻这些刁民不让官府拆庙之后，更加的愤怒。于是呢，他亲自前往上方山，把五通祠里的五通神像
统统脱去衣帽，然后用铁链把他们锁在一起，并且把神像各打40大板，接着一把火全给烧了，剩下的灰全都倒进了石湖当中，最后再把原本上方山的五通池改成关帝庙。在这次行动成功之后，汤斌接着要把查禁五通池的行动扩大到整个省份，而且他宁可错杀也不放过。他宣布，凡是号称五显、五通、五方贤圣等等，全都一律视为迷信，都要禁绝。后来，他还把这件事情上奏皇帝，在得到皇帝的支持之下，全国都雷厉风行的查禁五通信仰。但是呢，这也造成原本被认为是正神的五显神，却一并遭受了无差别打击，许多的神像都因此被摧毁。可见，就连正神也深受迷信所害。就在好几年过去，这时汤斌早已离开人世，但没想到，原本以霹雳手段压制的五通信仰，这个时候呢，居然又死灰复燃。上方山上的关帝庙，这个时候又被改回了原本的五通池，可见就连关公也没有办法改变当时乡民的迷信。即便后来还是有其他的官员对五通信仰进行压制，但结果也是一样，风头一过又死灰复燃了。一直到了近代民国时期，1928年10月12日的《申报》上面，我们还可以见到这样的报道，大略写的是苏州上方山偶像拆毁，像有五通银池为100年来失物人等炼钱工具等等的报道。接着又描述当天五通池被县长带队拆毁，这个情节就跟数百年前所发生的汤斌拆毁五通神池如出一辙。那由此得知，这千百年以来，五通神的信仰根本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过，而即便是现代，依然是有五通信仰的。我们从众多古代所流传下的五通传说可以发现，五通神跟人的贪念、欲望是有极大的连结，也可以说是人的种种邪念、妄想所养成的邪神。这也是古人所说的“人心一动，鬼神知之，以邪招邪”。或许这也是为什么道教的祖师爷们总是告诉了世人，要对自己的心性上下功夫，要以善念来感通善神。若心存邪念，必定招来邪祟。就如同太上老君在《清净经》里面所说的“遣其欲而心自尽”，也说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，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。如果自心不改，妄想不除，世上永远都会有被贪念、执迷所炼成的各种五通神。那另外呢，由于五通神又可以赐给人巨大财富的力量，而这个特质呢，在某个时期从他邪恶的这个形象中被独立了出来，变成了五路财神啊，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题材了啊。我们今天呢，先说到这边，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